咱们这样合适吗？你不是女侠吗？怎么胆小起来了？我不是胆小，我是说验尸，要不要先告诉苏无名和卢凌风他们呢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必须要看上一眼。尸体不是吴阳，绝对不是。你说什么？你们俩去验尸了？我知道不该私自去验尸房，不过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一件事儿。那日，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？我没有朋友。当然。那天我看见他的手上有一个梅花烙，很精美。我当时就在想，等桐油曲江时，问他怎么烙上去的。可那具尸体上没有。一梅，你可帮了大忙了。不是吴阳，他不是吴阳，我女儿吴阳兴许还活着，她手上没有梅花烙，她不是吴阳，不是。那你那天为何？我见她衣服和身形对上了，我就……那梅花烙是怎么来的？吴阳6岁那年，有一日险些被人拐带，是我拼命追上去才把她抢下来的。我当下就问那人，你为何拐带我女儿？他说武阳像极了天后。我当时真是吓死了。我怕武阳再出什么危险，我就去求教道士。道士说，让我在武阳手的这个位置打一个梅花烙，这样武阳就会永远的锁在我身边。锁？他一个大活人，安能锁住我？再有，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如何疏漏？我这几日心乱得很，我一见尸体我就……怪我。所以，人啊，无论何时，都需冷静。是。走吧，悉听一叙。二位姐姐，为了挣脱母亲的枷锁，这2位萍水相逢的姐姐亦成了你的棋子。我也是没办法。我听说神仙玉女粉可以祛斑除刺，还能增加皮肤光泽，真有那么神啊？是真的。二位小娘子留步。那明天你们没事，我们一起去曲江玩啊。好啊，我还没去过曲江呢。那就一言为定。4初10分，
成佛寺门口见。那我们不见不散。好，我早已计划与阿木私奔，只待时机。与二位姐姐约定同游曲江，是想掩饰自己背叛了母亲，让她认定我失踪是意外。阿木，武阳从后窗逃脱，是你协助的吧？选择这种方式离开，是想让母亲以为我是被歹人劫走，这样她就只会去恨歹人，而不会去恨我这个她苦心养大、爱如珍宝的女儿。却没想到，竟然真的有歹人，还不止一个。俗话说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而你们这是黄雀之后还有天敌，天敌之后还有猎手，而猎手之后尚有阿木。幸亏有阿木，始终在暗中保护我，一直没有放弃。阿木，你可知罪？啊！你在曲江救下武阳，不送他回家，视同劫持。是我不回，与阿木无关。阿木，我来问你，武阳身上的衣服是如何到另一女子身上的？这个，你屡次提供线索，却为何不报白药师行凶？阿木啊，那日我问你，白药师住在何处？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？就在永阳坊的土地庙旁边。当时你脱口而出，我便知道你去过他家。那是我的主意。那个白药师竟也是奸人，我听他说过，家住永阳坊土地庙旁。趁他受伤，你随我去，杀了他，省得他再害别人。我们就尾随他到了鬼市，一见那尸体，真的吓坏了。阿木再次提醒我报官，可是冷静下来，我想正好可借此脱身，让母亲对我的死确信不疑。哎，那是你亲手给尸体换的衣服？是，我让阿木回避了，故他没罪。我当时实在是被吓得哆嗦，就只能在远处保护武阳了。武阳，你真是好胆量！为了离开赤鹰大娘，你也算是孤注一掷了。谁啊？谁呀？这么晚了，叩门何事啊？小女子欲往京城，却迷路于此，望得郎君指点。此刻
就算到了京城，城门也关了，且天色已晚，你自己一个人多不安全啊！那可怎么办呀？要不……你不是说让我进来歇息一下吗？对呀，我说的是你我二人一起歇歇。你可真坏！什么意思？这美艳女子是什么人啊？你傻呀？没听出来？她就不是个人，不是人。我让你说点刺激的，你就说这个。大半夜的，你是在吓唬我哥俩吧？啊，没有啊！你看，你把老朽都捆成这样了，我哪敢吓唬你？这是我说的最好的一段。最好的？你说你会说书，我才没宰你。原来你只会说神啊鬼的。别打他！只见那迷路的女子刚要撕咬那书时，忽然发现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还是先赶路吧。值此春宵，早什么？你也没有影子，你不是人。我当然不是人，你现在才知道，太晚了。娘的，吓死我了！你这个老东西，还敢吓唬我们啊！不，我说的书好听吗？把这两个老家伙杀了！别呀，哥！那女子虽然老，但她不丑啊！我都半个多月没有碰过女人了。不，别！还愣着干嘛呢？什么东西在叫？狮子还是老虎？老东西问你呢。看这神像，这是白泽神庙，我是白泽山人，我掐死一首神兽庇护你们，惹怒了神兽，今夜恐怕连骨头渣都剩不下了。老东西，我砍死你！
怎么还没睡？我知道，你虽嘴上答应，但心中却不情愿。知我者，喜君也。我真怀念年少时，真实、纯粹，没有虚与委蛇，没有口是心非。我倒觉得，今天的卢凌风值得让人尊重，既是表里如一的君子，又能顺应时势，顾全大局。回长安后，你一直忙于公务，也没时间陪我。进山的这几天，就当补偿我了。也对，爱我大唐，就是爱大唐的百姓，而你裴喜君，就是我最在意的那一个。只是终南深处，山路崎岖，且有野兽出没，此行不一定闲暇惬意啊。只要一起前行，再崎岖的路，都是坦途，野草荆棘，皆我繁花。